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这核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少吃点吧。许大娘气势汹汹地将桌面上装着核桃的果盘端走，絮絮叨叨地跟老伴反复地强调，核桃吃多了不仅伤肝，还堵血管。老伴刘大叔患有慢性肝炎多年，一直服药控制病情。他平常特别喜欢吃核桃，认为核桃是坚果的一种，属于健康食物。但许大娘在网络上看到的养生文章却不是这样说的。文章里面说核桃是属于发物，肝炎的患者吃多后就会加重病情，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肝癌发生，说什么都不让刘大叔继续吃。但刘大叔就觉得他是在危言耸听，自己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核桃了，也没看出什么事。到底刘大娘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一、核桃是肝病的发物吗？不少人认为核桃是发物，摄入后会给肝脏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，甚至会诱发肝癌。这个说法是真的吗？事实上，核桃并不是肝病的发物，相反，它还存在不少的营养优势。核桃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，一颗核桃里面它的脂肪含量就有 60%到70%，蛋白质含量是 12%到20%，其中还含有多酚、维生素 E 等的多种抗氧化的物质，以及铁、镁、钙、钾等的多种的矿物质。另外，核桃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与说法相反的是，适量的吃核桃等的坚果不仅不伤肝，而还能保肝。研究表明，吃核桃等坚果可以有保护肝脏健康和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方法。因为坚果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包括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 和抗氧化剂。这些物质对于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有益，还能够减少炎症的反应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核桃不宜食用过量，毕竟其中的脂肪含量很高。其实真正伤肝的是以下这3种食物。一、酒精。酒精在进入体内后，需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，大量摄入酒精会导致肝脏负担加重，肝细胞受损，继而诱发酒精肝发生。没有及时干预治疗的话，就容易演变成肝硬化。二、霉变食物。霉变的食物内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，该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性，在进入体内后会给肝脏的组织带来很强的破坏性，而且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。三、果糖。果糖是属于糖的一种，广泛存在于日常常见的食物内，如水果、蜂蜜等。果糖在进入体内后需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，而在代谢的过程中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，这些物质容易转化成脂肪。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容易诱发脂肪在肝脏内沉积，继而引起脂肪肝的发生。二、核桃是心血管的祸根，是真的吗？还有传言说核桃是心血管的祸根，吃多了是催命符，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？按道理说，核桃中含有的脂肪比较多，而且热量也高，它应该对血管有害才对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在之前，美国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，研究人员把参与实验的人员随机的分为2组，一组每天吃30到60克的核桃，它占总热量的 15%， 一组则不给予核桃。过了2年后，结果发现每天吃30到60克核桃的那一组人，无论是血糖、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。而不吃核桃的那一组人员，他们的血糖、胆固醇、甘油三酯则没有什么变化。研究经过统计学的处理，最终得出结论：如果健康的老年人每天吃30到60克的核桃，那是有助于控制血脂的，而且也能够间接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无独有偶，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荟萃分析也是同样的结论。研究人员对41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，共涉及近120万的受试者，并进行了2到32年的随访。通过分析后发现，每日增加1克阿尔法亚麻酸摄入，
14克核桃，大约1个核桃的重量，与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5% 相关。而阿尔法亚麻酸摄入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汇总，风险显示与全因死亡风险呈负相关的关系。简单来说，研究说的是膳食内的阿尔法亚麻酸摄入与全因死亡、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死亡风险下降相关。而核桃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的食物。虽然这些研究证明了经常吃核桃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这个结论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。少量吃核桃确实能够起到清理血管的作用，但是如果吃的太多，那它可能就会引起高脂血症，进而损害血管。因此，核桃到底是血管的清道夫还是催命符，那就要取决于你怎么吃。如果适量的吃，每天吃30到60克，占总热量的 15%， 那核桃它就是血管的清道夫。否则，核桃吃的太多，则又会危害人体的健康。坚持每天吃核桃的人寿命或更长。核桃作为坚果中的佼佼者，营养价值超高，适当的食用或许能够延长寿命，因此核桃也被称为是长寿果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93340名的受试者进行了20年的追踪随访，并每隔4年检查一次受试者的饮食情况。结果发现，对比不吃核桃的人，每周吃5份核桃以上，份约2个核桃的人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了 25%，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 14%， 预期寿命延长了 1.3 年。另外，吃核桃还可能收获以下多种的益处：一、预防高血压的发生。高血压的发生跟钠盐的过量摄入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，而核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物。食用核桃可以在补充钾盐的同时，保证食用者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盐，进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。二、延缓衰老，保护眼睛。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。维生素 E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保护细胞不受自由基的伤害。维生素 E 适量摄入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衰老，保护皮肤，而且对人体的骨骼肌、神经系统以及视网膜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三、抗炎，保护心脏。核桃中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每天食用30克到60克的核桃，能够降低6种炎症标志物，降低心脏病的风险。四、改善肠道菌群。核桃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、亚油酸和纤维等，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和肠道内的环境。四、核桃是早上吃好还是晚上吃好？吃核桃这件事其实也存在不少的学问，包括核桃应该是什么时候吃为好，早上还是晚上呢？一般建议在早餐后、饭后2小时左右吃核桃，因为晨起时是身体最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，一天的正常活动都需要消耗热量来维持，所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。但在晚餐的时候则不建议吃太多的核桃，因为晚上身体一般没有多余的热量消耗，吃核桃容易导致脂肪堆积，继而引起身体肥胖、消化异常等的发生。除了吃核桃的时间外，这些事情也同样需要注意。一、首选原味，现剥现吃。原味的核桃没有额外的添加盐、糖等的成分，相对而言是更健康的。日常吃多少核桃就剥多少，避免核桃仁与空气直接的接触发生氧化变质。二、不要以饮品代替核桃。市面上有不少核桃为主要的原料的饮品，但这些饮品在制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加入了大量的糖分，且生产的过程中也会让核桃内的营养素丢失。喝饮品其实是丧失了吃核桃本身的目的。三、吃核桃适量即可。核桃属于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，每日摄入的量保持在1到2个即可，过量摄入同样会对健康不利。四、核桃皮越涩越好。核桃皮吃起来的味道不是太好，但其内含有多种的酚类、黄酮类成分，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，对健康有益。总之，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，适当的吃核桃可以给健康带来一定的好处，但对于本身就身体肥胖、肝病患者、胆结石患者、幼儿而言，日常建议最好少吃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